大家好，欢迎你回到朗学院，我是 Cici。接下来我会用2节课的时间跟大家讲解这首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今天这节课我会主要从演奏的方面为大家从头到尾讲解一遍。那么在下一节课里，我会从一个更深的赏析的角度，带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的交响乐版本，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这首作品。那么拉威尔是个怎么样的作曲家呢？我认为可以用3个词来形容他的音乐，那就是精确、细腻和克制。拉威尔是一个特别具有工匠精神的完美主义的作曲家。另一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曾经形容拉威尔好像一个瑞士的钟表匠，意思就是说拉威尔对自己的音乐要求非常的苛刻。他所写的每一个音符，标记的每一个注释，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结果。在拉威尔的观念里，他认为演奏者应该无条件的100%的遵照并且执行作曲家所给的指示。所以如果你问我怎样才可以弹好拉威尔，那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认真的读谱，并且把每一个你所看到的细节执行到极致。首先我们看到，虽然这首曲子它是一个帕凡舞曲，它不是一个回旋曲，但是呢它是用一个回旋曲式来写的。什么是回旋曲式呢？简单来讲就是 A B A C A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的 A 段呢，也就是这个一开头的旋律，它会被重复3次，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变化。在3个 A 段中间呢，穿插了新的材料，也就是 B 段和 C 段，这样呢就构成了一个回旋曲式。在我们学习拉威尔的作品时，我们要从3个方面来准确的执行拉威尔所给到我们的指令，分别是力度记号、articulation 以及文字术语。接下来我会把出现在这首曲子里的法语的音乐术语给大家用英文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那一开始来举例，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文字的音乐术语，它的意思是 very sweetly and gently but with resonance，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音色要非常的甜美和温柔，但是与此同时呢，不能够发虚，需要有一些 resonance， 也就是更扎实的一个下键。力度记号显而易见是一个 piano。 那么 articulation 上来说呢，它非常考验我们手指的控制，一共有3个声部。上方的旋律是 legato， 要弹得非常的绵延，一个横向的走动。然后中间的声部是一个跳音，加上踏板以后呢，它就是像一个拨弦的效果。关于这个拨弦的音色呢，我们下一周在听交响乐版本的时候会更进一步的来探讨。下方声部的 articulation 是 portato。 什么是 portato 呢？就是介于连和段中间，它不是完全的连，也不是完全的段。
每一个音中间还有休止符，要弹出一种断开，但是整体是一个横向走动，是一个整体。感受到这个长长的句子。那么这3个声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触键方式，完全不一样的 articulation， 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特别是右手要同时弹2个声部，上面的声部是连，下面的声部是断。注意听我的旋律有没有歌唱起来。下面断开，上面连。左手的声部我们可以用我们更多的手臂来带动，轻轻的落下去就可以，不要弹得太强，因为只有 piano 的力度。注意听上方的旋律，是一个非常温柔、温暖，整体是一个往前走的、很绵延的歌唱性的旋律。中间的声部要保留那种朦胧的感觉。好，这个地方注意，我们有一个新的力度记号 mezzo forte， 以及左手的 articulation 做了改变，变成了 legato， 然后右手变成了 legato 加上 tenuto， 也就是我们要用更多的重量，把这个力度给它弹得满一些。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文字记号是渐慢的意思。渐慢、渐弱，好像竖琴一样，轻轻的拨弦。